大家好，今天要来介绍专业的乳胶面具是怎么做的。大家有没有在万圣节的时候买过像这样的怪物面具来戴呢？这种面具就是我所说的乳胶面具，只是我戴的是升级后的版本，也就是专业定做出来的面具，而不是工厂生产的。那通常工厂在生产面具的时候，因为预算的因素，没有办法在制作过程上花太多的时间，所以在上色方面通常都比较偷懒一点，而且在选择方面很受限。假如你跟我一样，不喜欢跟别人戴一样的东西，并且喜欢自己做东西，或是很好奇面具是怎么制作出来的，那就继续看下去吧。首先，我们要雕刻出想要的面具造型。那由于我雕刻时还没想到要做 YouTube， 所以我没录。不过我有一些图片可以给大家简单看看过程。那这个造型是我原创的。那当初在设计的时候，因为刚好正在做美国恐怖故事第7季，所以概念上是可以放在里面的面具。那个时候就比较想做夸张的感觉，比较卡通一点，然后加上一些痛苦恐怖的元素，就有了捆绑这个概念。嘿嘿，嘿的，这绝对不是个人兴趣。好啦，来看图吧。我先在一个假人头上试着捆绑看看，设计出我觉得有张力的捆绑方式。接着我就开始雕刻，把绳子绑上去，然后雕出大致上形状，慢慢的修整出比较合理的造型，然后就完成了。哎，你说过程怎么了？图文教学不都这样？哎，好嘛，就没有录啊。总之，雕刻完成了。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雕刻变成可以实际用来戴的面具。首先是翻模，由于这个面具的形状有点复杂，我需要做成一个左右2块的模具，所以先做土墙。这个土墙也就是所谓的分模线，让我们的雕刻1分为2的方法。要是不懂翻模的概念，我之后会找个机会做个详细的介绍。先让我们看下去。土墙完成后就要开始翻模了。这边我使用石膏作为我模具的材料，这是比较适合初学者的材料，同时也是制作这种乳胶面具的最好材料。可能很难想象，但许多专业的工厂也还是使用石膏作为主要的材料。石膏一层层的上去，中间加入粗麻布作为结构上的补强。做完一面后，你可以看到，因为土墙的关系，我们的模具现在只有一半，所以翻面，把土墙拆掉，继续做另外一面，重复一样的步骤就完成啦。然后就是令人紧张的开模时间。辛苦做的雕刻能否成功变成面具，就看这个翻模过程了。那石膏模具有个小小的缺点，就是超级重。我在开这个模的时候，很担心桌子会垮掉，最后放到地上去开了。啊，没想到我的脚趾比我的脸还早上镜头，呵呵，好害羞。模具打开后，雕刻就毁了，但我们的模具已经完成了，只要没有做错，这个模具可以翻出很多的成品，就不用担心那些烂掉的土块了吧。清理完模具后，就要开始灌模了。翻制这个乳胶面具的方法其实有好几种，这是其中一种，可是需要一次买很大量的乳胶。大家要是预算有限的话，以后我再说说如何不用这个方法。把我们的模具合起来，并且用模具束带固定，没有的话也可以用卡车束带。接着就哗啦哗啦的把整桶的乳胶倒进去，倒满为止。这个方法是利用石膏本身的特性去做翻制的工作。石膏这个材料跟石头很像，虽然看起来是一整块的固体，但它内部的结构充满了许多微小的孔洞，所以你把水倒在石头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水慢慢的被石头吸收。那石膏也是这样，当乳胶接触到石膏的时候，乳胶多余的水分会被模具吸收，接触的部分就会慢慢的开始硬化，所以我们放个2到3小时。接着把所有的乳胶倒出来，请记得这非常重，可以小碗小碗的挖出来，但不要碰到模具内部。你可以看到模具的内部覆盖着一层乳胶，接下来就倒着放，让多余的乳胶流出来。记得下面要有空隙，让它自然干燥。根据不同的气候，大概3天到1-2个礼拜不等。打开后，你会看到成品的中间有一个分模线的存在，在小心的修剪与填补后，就可以上色了。
上色我主要使用亚克力颜料来上色，先均匀的分出大致上的色块，然后再用喷枪慢慢的堆叠出皮肤的颜色，就完成了。哎，太快了吗？不要抱怨，网络上的教学不都这样，篇幅有限嘛。好了，不用担心。有没有发现这个影片前面有写 Part 1，所以在 Part 2跟 Part 3就会在翻模与上色的部分做详细的介绍，但速度会慢很多，影片也会长一些。要是对于整个详细过程有兴趣的话，一定要看看哦，保证看完影片后你就可以自己做啦。大家要是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 Like 跟订阅哦。我们下次见。